大家好，我是 Joseph。这一段影片我要来 follow up 一个读者的问题，他问 Target 现在是不是一个好的价格要买？那 Joseph 的回答是说呢，如果从估值上来说，130左右可能是个好的价格。但是我不买。这个我在之前的6月的回顾的时候呢，也大概讲了我大概不买的原因。那今天呢，我就仔细讲讲Target 为什么我不买，里面也包含了美国一些政治的发展，希望大家可以借着这个影片呢，也更加了解美国现在的发展。那 Target 呢，中文就叫目标百货。那目标百货呢，它有一些基本的资料呢，大家了解一下。在美国的零售百货集团呢，最大的是 Walmart， 是沃尔玛。那第二呢，就是 Target， 就是目标百货。在美国呢，是第7大零售商。Target 呢，因为公司的规模很大，它也是标普500里面的指数成分股。它的股息成长记录很好，连续成长了51年的股息，所以是股息君王。在美国大概2000家店左右。那 Target 是主要针对哪些客户族群呢？在这里讲，它的主要的是针对千禧妈妈，也就是那这些千禧妈妈呢，家庭年收入大概在8万美金以上。它的这个通常是在郊区左右的啦，它的针对的对象呢跟沃尔玛呢稍微有点不一样。沃尔玛呢也是针对稍微郊区一点的，但是它是针对于中低收入的这个族群。那而且它里面的主要族群呢，很多都是偏老年的白姓或是少数族裔。那 Target 呢，你如果去 Target 看呢，里面妈妈带小孩去的非常普遍的这个现象。那其他其实还有一些价值的这个原因啦，它里面的东西呢，有些还是挺便宜的。这几年呢，有非常多的时尚的环保的东西，它在科技类的这个东西也不错。但是我自己的观察，主要的就是妈妈的这个族群。那在我之前的影片也说了，它的针对对象就是非常特别的，不是走这个超市卖生鲜的这个部分，也不是跟 Costco 那种针对家庭买东西的是这个部分。那这个会影响到它下面的这个策略所带来的影响，所以大家先把它是针对于妈妈有多个小孩，通常是多个小孩的这个家庭里面呢，更会去 target。你可以看到 Target 近期的股价，呢，它涨上去了，涨到180，现在跌到这个130左右。那从今年到现在，那大概是跌了15% 左右。但是从180到130，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跌幅。你可以看到这些主要的财务数字，其实从财务数字来看呢 ，Target 并不差。它的 payout ratio 呢在合理，股息成长这么多年，在 recession 的时候呢，虽然降低了，但是 recession 的 sales 呢没有减少很多。forward payout ratio 呢也是在一个非常合理的这个范围，所以整体看起来呢，就是不会一开始就否定这家公司，会再进一步去调查。你可以看到它的股息成长。那股息成长也非常稳定，在过去20年成长了15%，那这个是非常显著的这个涨幅。那过去5年呢，也是以每年10%的这个比例呢在提高股息，所以在发展了这么久的公司呢，还以这么快速成长股息的速度，一直受到非常多股息成长股投资人的这个喜爱。从这个估值来看呢，你可以看到，如果从股息的角度，或是从 P/E ratio 的角度来说呢，公司可能都估值不算高，在一整年来说呢，也在低一点。所以从这个部分来说呢 ，Target 有它诱人的地方。那问题来了，
它为什么跌了 15%？ 那为什么我不买？这个就是他们行销策略为了求政治正确所带来的一些后果。那在新闻的报道里面呢，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政治正确呢是跟 LGBTQ 这个群体是有关的，所以跟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变性还有未知正在探索自己性别取向的这个族群里面呢是有关系的。它在这个里面呢是他们想要迎合这个族群，想要政治正确，所以他在美国的5月的时候呢准备了一系列的产品，为了要在6月行销。那6月是 Pride Month， 也就是说他在这个月份通常会为了庆祝多元性别的议题文化，所以把这个月变成 Pride Month。所以 Target 呢在5月接近后面的时候呢就已经上了这些商品。那上了这些商品的时候呢就受到非常多的反对。它里面的商品呢很多是针对 LGBTQ 这个多元性别族群的群体来设计的。里面呢比如说啦，还设计了一些婴儿的产品来特别推出这种非常骄傲的这个品牌，这个让非常多保守派的人非常反对。在左边的呢是他们推出的一个东西叫 Tuck Friendly Clothes， 那下一页会有这个英文，在这里你也可以看到 Tuck Friendly， 它的意思就是说呢，在原本衣物上面呢又多了一层，那这一层呢在你的私密部位里面呢就可以包得更好，所以这让人家看不出来你的私密部位是比较偏向男性或是比较偏向女性，或是可能都有。这个 Tuck Friendly 呢就是男性也可以穿，女性也可以穿的意思。那后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 Tuck Friendly 的 clothes， 再加上前面竟然有为了婴幼儿做的产品，还有这种泳装，它做的就是有彩虹的颜色，又做了你看到这个男生穿了去做一个搞笑的影片，但是他做这个影片呢就让人家知道设计的这个呢是有多疯狂的。所以他做了这个 Tuck Friendly 的 Swimming Suit 之后呢，就真的看不出来吗？那这个就真的是支持多元性别的一种正确的方法吗？所以这个受到非常多保守派的抨击，特别是你记得前面我们说过 Target 的目标族群是以妈妈为主的，那以妈妈为主的族群，如果他不认同这个理念的话，看到这样的东西呢会有多反对。他可能不介意学校讲这样的议题，但是要把这些东西放在他常看的里面呢，那就会踩到很多人的神经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找这个影片名来看，那你会看到这个是一个非常搞笑的影片的内容，还有下面的留言呢，都值得我们深思。美国在这个政治正确的走向是不是走得太远了，所以以至于现在出现了不少反动声音。那有人说 Target 现象呢可能会变成 Bud Light 2.0， 对于 Bud Light 事件呢不熟的观众朋友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新闻。Bud Light 是啤酒公司，那啤酒公司呢找了跨性别的网红来推广这个，那造成强烈的抵制。你想想看，会喝啤酒的很多，他的目标的族群都是直男。那直男呢，对于跨性别的网红来宣传产品呢，是非常的反感。所以在 Bud Light 找了这个人来拍摄广告之后呢，市值蒸发的非常多。
那 Target 的事件呢，就跟这件事情呢如出一辙。他在市场宣传，为了迎合一部分的族群，失去了他的核心族群。这个是为了政治正确，但是可能也失去了他的核心价值跟核心成员。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影片、照片里面，你会看到它有这种彩虹色的，这个里面有一些商品。在这个里面呢，像刚刚的泳衣呢，有人还说看到了一些是让 minor， 也就是未成年小孩可以穿着的，这无疑踩到了非常多妈妈的心理的底线。那 Target 发生这样的事情并不是第一次，在2016年的时候呢，那 Target 呢就开始做一些 gender friendly 的厕所。它以前就是分简单的男厕跟女厕，跟大部分的地方都是一样的。但是在它的新的店里的使用政策出来，它的使用规则便是你使用厕所是依照你自己本身的性取向，所以如果你外表看起来是男的，但你性取向是女的，你可以用女厕。我记得当初知道 Target 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呢，我太太听到了这件事情，她第一个反应说，我再也不敢去 Target 用厕所了，她宁可不用厕所，宁可去其他的地方用厕所，也不敢在 Target 使用厕所。因为如果让男性至少身体是男性，那能够进到女厕所并且上厕所，那可能有人会滥用这件事情，也会让原本使用的女性顾客感觉不安全。所以他这个事情的时候呢，真的影响到他核心客群的安全感。那这个在有一阵子，我太太是坚决不去 Target， 如果要去，肯定不在那里上厕所。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你可以看到 Target 在政治上，它是走在 gender inclusive 的这个路上呢，走得比较前。但是这些事情遭受到保守派的抨击的时候，那它就会变得非常难做了。从一些财务数字上来看， Target 刚刚虽然说可能股价低估了，但是你看到它的 EPS 的成长还有 sales growth 里面呢，其实波动挺大的。在这个里面呢，接下来预测呢，这个销售成长呢也会比以前少。那如果一个公司要长期成长，肯定要靠着销售的扩张。如果只靠着缩减财政，那公司不可能会继续成长的。你可以看到在 sales growth 跟 EPS 上面呢，都不是这么乐观。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体质上来说，我也不会考虑 Target。那在这个事情，在 Target 这个事情完了之后呢，他把一些原本要在 Prime Month 销售的一些产品下架了。你知道，当这个下架了是为了迎合保守派的需求的时候，那 LGBTQ 的族群呢又不满了。所以现在 Target 变成两面不是人，他本来想迎合的那个族群没有讨好到，那原本的核心顾客又产生了对他的理念的质疑。那在这个两种情况下呢， Target 是处在一个公关危机，而且并没有一个很好处理的一个方式。很多人甚至因为这一件事情把 Target 的卡剪掉，就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可能都不会去 Target 了。那这是 Target 决定的道路，那你可以看到他在几年前就走得比较前了，所以有这次的事情发生呢，其实也是有迹可循的。但是每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人们对这个公司的印象就会形成，
所以 Target 现在如果有这么多人不愿意到 Target 消费的话呢，这个消费的习惯一旦被取代，其实就很难回来。所以对于 Target 的未来销售额的估计，我觉得应该更加保守，应该悲观一点。那这个影响如果持续下去的话呢，公司的股价肯定不会好看的，因为你没有强力的销售数据支持，又有这么多反对的声音，不管是比较民主的或是比较保守的，两边都反对的情况下呢，你公司讨不了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不觉得现在投资 Target 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你可以慢慢的等，6个月、9个月，让事情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呢，看事情有没有转变，再来考虑 Target。我觉得目前Target 的投资呢为之过早。那这是我自己的想法。网上其实有很多人说，这是股息君王难得跌下来到这么便宜的时候呢，应该是一个抄底的这个机会。那这是提供不同的想法。那我自己是在短时间之内呢都不会买 Target 的股票，但是 Target 的产品呢有家庭生活的需要的时候呢，还是会考虑去 Target 的。这是我对 Target 的股票分析与自己的一点想法。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买 Target 的股票呢？请留言让 Joseph 知道你的想法哦。